到空降漫步在巴黎街头，灯火映衬少年顶流7年，感觉他把时尚活成了自己。故事：罗意威大秀前一夜，气温最低6度的街头，王一博低调随拍，和自家粉丝报备了声已到巴黎，明天见。时尚博主都在惊叹他3奢并行，刷新自己记录内娱时尚最严厉的父亲。封神在临的期待，路人在感叹王一博粉丝蝗虫过境。一帮物语默默抢的人设扔不倒，随拍像素模糊，但王一博带货力却清晰到离谱。照片一出，他全身所有罗意威同款瞬间秒被 get， 扒出4900元的同款罗意威围巾秒没，线上线下全都被抢断货。但历经王一博这3年，18场 bling 顶奢大秀，见多了王一博各种超级光鲜亮丽、名利场里的样子，我是真的惊喜，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松弛惬意的王一博。巴黎确实冷了点，但模糊像素里有和你报备衣着保暖的代言人一枚呀。咬了一口的曲奇，看展示装等电梯等车背包不行不刻意不营业，顶流光环背后，他工作间隙的随性瞬间感受着你的慵懒。随性就像19年8天8夜，漫天黑水涌向他时，他随自在去逛的滑板店一样。顶流第7年，每年都在经历各种诋毁造谣，但我看到了你一年比一年活得更纯粹和坚持。本心从滑板店到巴黎街头，他还是那个酷男孩，好像又什么都没变。那句业务能力是别人夺不走的资本也好，生如夏花无比美丽，希望每个人都能像樱花一样活出自己绚丽灿烂的人生。说着想要活出生命意义，不断探索相近的酷男孩也罢，刹那间横跨时空，岁月到了那句我现在的样子就是我想要的样子。时尚圈偏爱他，都夸他古香贵气 BJD 的身材，无刻意不浮夸，穿啥都好看，可桀骜可文艺，忠于自我不屈取悦，他人是香奈儿的天选，也是罗意威绝配。但这次随拍里像素小博的感觉和他每次上身和香奈儿的金贝感完全不一样的气质，和罗意威同频的那种文艺故事感扑面而来，随意一个酷的感叹，一语双关，是冷也是多夸酷，少说可爱，那种萌感，但也让人梦回10多年前还没出道时的王一博，也仿佛看到了他这一路沉淀下来的风格和故事感。别人是人靠衣装，而他是人捧衣服啊，难怪有人说他是真懂罗意威的内核啊。像他之前说为什么选罗意威那样，他说过他看到了罗意威非常多元化的简约，纯粹而富有灵魂，有无限可能，而他也很喜欢去尝试一些新鲜的挑战。28岁顶流7年，从电视剧到电影，从滑板到摩托，从街舞到户外，起源于热爱与不断尝试，沉淀于财富自由与精神自由。粉丝不管他，公司管不了他，束缚了15年的月华合约也即将到期，出道11年还真做到了。10年前韩寒导演送书给他时的祝福，那样自由快乐呀，活成了更纯粹的自己。而这时尚是感觉更是他活出来的状态。你们说巴黎时装周最忙的人大概非王一博莫属了吧。3月6日亮相罗意威，3月8日现身 Lacoste，3月10日出席香奈儿，作为那日唯一一位打破行业100年竞品排他规则的艺人。他的代言横跨3大国际奢侈品集团，一次巴黎之行便开启了一场3奢并行的时尚大秀。事实证明，明星要想低调出行，悄悄出国，确实可以做到滴水不漏。直到今日，王一博官方账号晒图，大家才得知他已安全抵达巴黎。看过照片，不得不说，咱们一博就连后脑勺都条件优越，圆润可爱，戴着针织帽，看得人心里暖洋洋。回顾以往，王一博的每一套巴黎看秀造型都极具个人风格，冷峻中带着优雅贵气，先锋而不失格调，举手投足间散发着自信从容，使他成为镁光灯追逐的焦点，也彰显了他作为国际时尚偶像的强大影响力。本次时装周，作为王一博的忠实粉丝，我们都无比期待他在巴黎的精彩表现，期待他再次展现与品牌的非凡默契和独特风尚，魅力惊艳世界，高效率王一博今日正式将伪造聊天记录者起诉至法院。春晚知名演员王一博再次凭借唯一一个破亿的经典舞台，印证了他强大的社会影响力。然而，这批崇尚自由、闪耀动起来的小马驹，近日却再次陷入了舆论漩涡，单日单个平台热度就高达几十亿。经梳理事件来龙去脉，不难发现，这实为有人恶意伪造王一博的聊天记录，企图借此煽动舆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对此，王一博所属经纪公司乐华娱乐第一时间发布声明辟谣，明确表示相关内容严重失实，并以
委托律师完成取证工作。说实话，看到这则新闻的第一反应是假的太离谱，第二反应则是编造这些内容的人未免太傻太天真。暂且不论所截取的图片中没有任何可以直接证明是王一博本人的信息，就单看那些所谓的购买记录，也完全经不起推敲，明显是伪造制作。那么为何说造谣者傻？首先，王一博当前的流量级别属于顶流中的顶流，任何有关他的风吹草动都会被公众用放大镜仔细审视，选择一个如此高关注的公众人物下手，无异于将自己的违法行为置于聚光灯下。一旦虚假信息被戳穿，曝光度越高，真相揭露后的法律风险就越大。其次，聊天记录这种数字信息本身就有很强的可追溯性，是否伪造只需调取手机原始数据一查便知。更不用说在如今的网络实名制和 IP 追踪技术日益完善的情况下，发布虚假信息的源头很容易被锁定。据知情人士透露，造谣者甚至在操作过程中不慎手滑，暴露了自身身份证信息，这无疑是为执法机关锁定嫌疑人提供了关键线索。最新进展显示，王一博方委托的律师事务所已完成全面取证工作，并于今日正式将恶意造谣者起诉至法院，相关立案材料已顺利递交。这样的维权速度值得肯定，但更重要的是要依法严惩，因为在现实生活中，面对恶意诽谤和虚假造谣，任何犹豫和妥协都可能让侵权者更加有恃无恐。尤其是对于公众人物而言，若不及时强硬地予以回应，谣言很可能被部分人默认具有某种真实性，果断拿起法律武器，既是捍卫自身权益，也是有效止损的必要之举。那么，伪造聊天记录会面临怎样的法律后果？总体来看，可能涉及3重法律责任。第一名是侵权责任，这是最基本的法律责任。伪造聊天记录侵犯了他人的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等合法权益，受害人有权要求侵权人立即停止侵害，公开赔礼道歉，消除不良影响，并赔偿其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包括精神损害赔偿。第三，行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公然侮辱他人或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较轻，尚不构成犯罪的，可依法处以拘留或罚款等行政处罚。第三，刑事责任。这是最为严重的后果，意味着可能要承担牢狱之灾，若情节严重，可能构成诽谤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剥夺政治权利。所谓情节严重，包括但不限于造成被害人精神失常、自残自杀等严重后果，或者诽谤信息被点击浏览达到法定次数，以及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等情形。此外，若伪造的聊天记录不仅损害了王一博的个人名誉，还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公共秩序混乱，司法机关还可能适用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届时最高可面临7年有期徒刑。从此次事件来看，王一博作为顶流艺人，这条伪造的聊天记录一度冲上热搜榜首播，及多位艺人引发全网热议，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这一条件恐怕已经满足。据悉，造谣者已经注销账号，但懂访的人都知道这是无用的，因此奉劝那些心存侥幸者，请多学习法律常识，切勿随意编造谣言，这不仅是不道德的行为，更是实实在在的违法行为。